天使岛位于旧金山湾，与旧金山的恶魔岛分散在海中两端，有着独特的自然风景和文化历史。它在美国历史上曾扮演移民检查站、军事基地等角色。如今它是一个自然历史保护区。除了回顾历史之外，对游客来说，更同时拥有看旧金山湾绝佳的观景位置，可360度观赏湾区全景。我们这次前往天使岛，就准备在岛上待个1天1夜，住一晚享受绝佳的旧金山夜景。渡轮是前往天使岛最好的方式，由旧金山的渡轮大厦出发，使用Clipper Card即可搭船，一人船票12元。要注意的是，一定要准备够回程的钱。船舱里面可以随意找位置坐，不怕冷的话，也可以坐在外面甲板上看风景。一天共有4班来往天使岛的渡轮班次，如果想要当天来回的话，可搭乘上午班次去下午班次回。因为天使岛不大，安排大约4个小时的时间在岛上也足够绕完一圈了。半小时的船程来回可以看到恶魔岛、天使岛、金门大桥、Bay Bridge、旧金山天际线、Sausalito 等等。即使纯粹欣赏风景，这趟船程也很值得。天使岛的码头蛮小的，来回都是在这个码头上。下船后记得确认一下回程船班，要是没有事先安排，错过了就只好荒岛求生一晚了。因为我们是来露营，所以下船后必须要先在码头登记。好吧，我们一下来就被 Ranger 抓住，说你看就是来 camping overnight 的带档，我要圈你。天使岛的环岛路线大致可以分为会经过所有历史景点、平缓的外圈路线和主要是登山的内圈路线。在岛上的交通可以选择徒步或脚踏车环岛，也可以考虑付费坐车听解说，省下走路的脚力。外圈5.5英里的 Perimeter Road 是大多数游客的路线。整个岛的历史主要是军事和移民的历史。如果是第一次来的话，建议在 Perimeter Road 走一遍，不行半天可以走完。参观重点最主要是几个历史景点区，包括码头旁边的 Yala Cove 区、Immigration Station 区、Fort McDowell 区、Camp Reynolds 区。下船之后，我们先在码头边的 Yala Cove 走走，而 Yala Cove 如今看起来是拥有一片漂亮海景的渡船码头。在游客中心前面有着相当舒服的野餐区，不少熟门熟路的游客看来就是打算在这里野餐一下午。不过在1891年时， Yala Cove 曾是美国的隔离区，在医疗条件仍然不好的年代，为了避免传播当时流行的黄热病等疾病而在此成立了隔离中心。由各国而来的旅行者必须先在此隔离数周，以避免将疾病带进美国。后来因为医疗条件的改进，像这样的隔离站也就不再需要了。接着我们决定顺时针方向往移民检查站前进。我们选的步行，从码头可以直接走 North Ridge Trail 接上 Perimeter Road。骑车的话，则是要从 Ayala Cove 的车道走脚踏车道绕上去。到了 Perimeter Road 上后，只要顺着路走即可，一路可以经过很多风景极佳的观景点。东西两边所看到的景色不同，我们顺时针走，一开始在东边看到的是 Oakland 和 Richmond。移民检查站是天使岛上最重要的历史景点。在20世纪初期，天使岛曾是进入美国的移民检查站，处理了数百万移民案件。成千上万的移民在这里等待审查，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移民故事。海边是片看起来很悠闲的海景。曾经这是移民下船的港口，是许多人踏上美国国土的第一步。下船后男女分开，到不同的宿舍里等待案件处理。一上岸前面的建筑就是过去的 Detention Barracks， 目前是博物馆，可以付费参观。开放时间是早上11点到下午3点。男性移民当年就在这里等待。在当年，由于美国正值在淘金热后的经济萧条，于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，亚裔或非亚洲来的移民依不同的规定分开处理。建筑后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小的院子，当年这就是亚裔男性的活动小院，而来自非亚洲的移民则可以在山坡上另一个较大的空间。院子对面的小屋则是曾经的食堂。由小院旁的楼梯可上到主建筑2楼，这边可以看到更多关于移民在此生活的展示。照这些展品看起来，来到美国的移民似乎都得有些教育程度，花了不少钱才能漂洋过海。1910年，中国正值清末民初兵荒马乱的时期，南美的移民也特别多，尤其在旧金山大地震之后，因为所有纸本身份证明文件都被毁，许多想要进入美国的移民会尝试申请移亲旧金山。据估计有90%是假的移亲案件。
当时没有很好的方式核实身份，只能问各种细节问题。种种原因造成中国移民等待时间少则10几天，多则2年。苦闷的生活，当时的人只能写文章作诗抒发，于是在墙上留下了相当多的中文诗句。2楼除了移民的住宿空间，还有守卫室和公共活动空间。另一端非 IE 的居住空间，虽然设置上类似，他们的等待时间相对短得多。除了博物馆，另外一端的黄色建筑则是行政大楼，女性和小孩移民居住在这里的2楼，同时具有医院的功能。这部分的静态展示是免费参观，大多是关于移民史的展示内容。建筑后方，石碑矗立着纪念这一段中国移民的血泪史。移民史之外，这个岛屿其实有着更悠久的军事历史。位于岛东部的 Fort McDowell 在1900年建立，最初作为美西战争时军人回乡时的隔离站，后来在1战和2战期间则成为大型军营，直到2战结束1946年以后，美军从天使岛撤离才不再使用。驻扎在此的士兵也是过着小岛上与家人隔绝的生活，不过军队在这里盖了教堂、商店、电影院等等。目前建筑没有开放参观，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建筑外观和静态说明。2战时在这个军营的人数有多少呢？宿舍里有4000多个士兵，据说排队领早餐领完就到了午餐时间。走过大片的空地 playground， 海边有个小沙滩，也有不少游客就在这里玩水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走到岛东南端的 Nighty Missile Site， 这也是一个军事历史景点。这是美军在冷战期间建立的飞弹发射站，我们只能从上方看到发射站。我特别喜欢的其实是这个点的海景，这是天使岛的南端，所以可以看到旧金山市区的景色。接着我们决定走一段Backcountry Trail上，也就是走上所谓的内圈，更接近大自然，顺便可以去参观1战时的炮台遗迹。岛上共有3个1战前设置的炮台遗迹，第一个经过的是Battery Zoo。这里的炮台都只剩下底座，炮已经不在。接着我们继续走内圈登山道，前往我们的露营地点。看到这有趣的木头建筑，我们就在猜它的用途究竟是什么。它是1931年时军队制造的碎石机，搅碎了石头用来在天使岛上铺路。天使岛上的营地不多，只有仅仅16个。背大背包走了1天，终于快要到达我们预约到的4号营地。这个营地在靠近岛的西南边，位在至高处，还得往上再爬一段，所以是相对比较辛苦的。不过辛苦的代价就是可以看到非常美的旧金山景。红温之后，面前是灯火通明的旧金山市区，左边是 Bay Bridge， 右边是金门大桥净收眼底。如果想要看到壮观的金门大桥风景，但不想爬上山的话，可以到东南角的 Point Knox， 只要沿 Plymouth Road 走就可以到达。我认为是不想爬山的人看金门大桥最好的位置。在 Point Knox 下方，可以看到另一个1战时期的炮台 Battery Lydiard。休息了一晚，隔天一早我们整装出发，继续前往最后一个景点——天使岛西边的 Camp Reynolds。Camp Reynolds 是天使岛西边的军营，这是天使岛上年代最早的历史景点，早在南北战争时就建立，军营持续使用到2战后美军撤离为止。军营里的设置感觉更像是一个大社区，
斜坡最上方是一栋特别气派的漂亮房子，过去是高阶军官的居所。从这栋房子可以俯瞰前面的整片 Parade Ground 和周围的宿舍。沿 Parade Ground 可以往下走到海边。大概也是因为历史悠久的关系 ，Camp Reynolds 占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好风景位置。回到 Perimeter Road 上，离海较远处的红色建筑是过去的军营医院，白色房子则是军医的宿舍，有着面向 Tyrone 的风景。离开最后一站之后，我们沿 Perimeter Road 前进，回到 Yellow Cove 的港口，等候中午的船班，结束24小时的天使岛行程。更多心得和相关连结，我们放在叙述栏中供大家参考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《时空旅人杂记》的 YouTube 频道哦。